伊朗拆毁美军炸弹之祖 GBU-57，逆向工程捅破西方霸权窗户纸。你知道炸弹之祖吗？就是那个被称为非核世界终极破壁者的 GBU-57巨型钻地弹。什么是 GBU-57？ 不是炸弹，是地下开锁器，绰号地堡粉碎者，是美国目前最强的非核钻地弹，重约 13.6吨，长6米以上，穿透可达60米土层或数十米混凝土。说到底，它的存在不是为了炸你地面目标，而是专门对付地下指挥中心、核设施、深埋导弹井、战争指挥枢纽。一句话总结，你越躲呀，它越兴奋。它的逻辑很简单，但极其残暴，用极高速度砸入地下，靠超硬合金外壳钻进去，在最深处再引爆。孙子兵法有言，以正合，以奇胜。如果说常规炸弹是正，打你的地面，而 GBU-57就是奇，直接从你最安全的地方下手。你以为地下是避难所，他告诉你那是延迟死亡区。听着是不是很兴奋？但别急啊，本期内容不是科普 GBU-57，真正的重点是一个更刺激的问题。如果有人不仅 GBU-57，还准备抄作业，那意味着什么？这才是今天真正的重点。我是不爱放大招，欢迎来到老武器。同志们，当伊朗革命卫队的马赫迪军团亲手摧毁3枚，完整拆除1枚美军 GBU-57巨型钻地弹，这款被西方吹成能埋掉半个地球的炸弹之祖时，到底意味着什么？是伊朗胆子肥了？是美国武器拉胯了？还是一场颠覆现代战争规则、打破西方武器垄断的技术劫富济贫已经悄悄开始？今天咱们掰开了揉碎了讲，从 GBU-57的变态实力到伊朗拆弹的硬核操作，最后直接点破这事儿，对中东格局、对全球军备平衡到底有多炸裂？看完你绝对会说一句：原来战争还能这么玩。首先 GBU-57根本不是炸弹，是地下文明终结者。先给没听过的家人补个课，GBU-57美军官方代号 MOP， 江湖人称炸弹之父，掩体粉碎机，地下阎王。注意它不是核弹，却是人类历史上威力最大的常规炸弹，没有之一。它有多恐怖？体重 13.6吨，相当于2至3头成年大象， 6.2米长， 0.8米粗，跟一辆小巴士差不多大。穿透深度60米普通混凝土，40米坚硬的岩石，8米超强加固混凝土。这啥概念？能直接穿透20层大楼，或者埋在地下100米的核设施、指挥中心、弹药库，精准掏你的心窝子。装药量 2.4 吨高气能炸药，地下爆炸时能产生人造地震，高温高压加缺氧窒息，地道里的目标一个都跑不了。投放呢，只需要由 B-2隐身轰炸机携带，一次2枚， GPS 加惯性制导，精度 1.2 米，指哪打哪，防不胜防。美军吹它是全球地下目标的终极克星，专门用来对付伊朗福尔多核设施，地下90米花岗岩下，朝鲜地下工事这种硬骨头，之前一直神神秘秘的，号称只要他出手，没有炸不穿的地堡。但就是这么一款被西方封神、吹得神乎其神的终极武器，现在被伊朗人给拆了。不仅拆了，还拆了4枚，3枚摧毁，1枚完整缴获，连弹体、引信、制导芯片、炸弹配方全给摸透，直接送进了逆向工程实验室。这就好比啥？好比你花了10年，砸了100亿，造了一把天下第一屠龙刀，刚想拿去吓唬邻居，结果人家邻居直接把你的刀给抢，不仅抢了，还把刀拆成了零件，照着这零件自己打了一把，甚至人家做的比你还好。这不是简单的缴获武器这是直接抽了美国军工霸权的脸，捅破了西方武器无敌的神话。很多家人会问，不就是拆了个炸弹吗？至于什么大惊小怪？太至于了，因为这事直接戳中了现代战争最核心的痛点——武器技术垄断。从2战到现在，西方尤其美国一直玩一个套路：我掌握最先进的武器技术，造出来卖给盟友，用来威慑对手，而且核心技术绝对不外流。高端武器只许我有，不许你碰。我能用，你连看都不能看，更别说拆了研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武器技术就是现代化国家的硬底气。你没有先进武器，就只能任人拿捏。你想自己造，没技术、没图纸、没材料，根本无从下手。这就是西方维持全球霸权的核心密码：技术封锁加武器代差。就拿 GBU-57来说，
它的镍钴钢合金弹体、抗高温高压、GPS 抗干扰制导模块、智能延时引信、高能炸药配方，全是美军最高级别的机密，连盟友都未必能拿到完整的技术，更别说伊朗这种被美国制裁几十年、技术封锁到牙齿的国家。美军之前甚至放话，就算把 GBU-57白送给伊朗，他们也拆不开、看不懂、造不出来，核心技术差了至少30年。结果呢，伊朗直接用实力打了美国的脸。4月26号，伊朗革命卫队下属2大军团先后官宣，萨贾德军团已拆除15枚以上美制重型导弹，含 GBU-BLU 系列，全部送逆向工程。自2月下旬冲突以来，摧毁并击落60架以上美以导弹无人机。马赫迪军团在赞詹省拆除9500架美军集束炸弹，摧毁3枚，完整拆除1枚 GBU-57巨型钻地弹，并移交技术部门逆向研发，还干掉了52枚，回收10枚美军 F-15、F-16、F-35发射的导弹。划重点，完整拆除1枚 GBU-57。什么叫完整拆除？就是没引爆、没损坏，弹体完好，内部零件齐全，等于伊朗直接拿到 GBU-57的原厂样机，可以从零件开始拆解、分析、复刻。这在西方看来简直就是天塌了，因为一旦伊朗逆向成功，不仅能自己造伊朗版 GBU-57，还能吃透美军钻地弹的核心技术逻辑，进而研发针对性防御手段，比如能扛住 GBU-57打击的地下工事，能干扰其制导电子战系统，甚至能提前引爆它的反钻地弹。以前美国用 GBU-57威胁伊朗，你敢动我就炸掉你核设施、指挥中心，让你无处可藏。现在呢，伊朗拿着 GBU-57的实物直接怼回去，你有的我也有，你能炸我，我也能炸你，甚至比你更便宜，量大管饱。这种攻守之势的瞬间逆转，就是这件事最核心、最扎心的痛点。讲到这儿，很多家人会觉得伊朗这波操作太现代、太硬核，是不是西方没见过新的玩法？大错特错，这招咱们中国老祖宗早在几千年前就玩得炉火纯青，而且写进了兵法，刻进骨子里，就是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，是《道德经》里的反者道之动，更是千古流传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最高境界。孙子兵法谋攻篇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你不了解对手，永远打不赢仗。孙子这句话不是让你打听对手的八卦，而是让你吃透对手的核心实力、武器装备、战术逻辑。只有把对手的底盘摸得透透的，才能找到他的弱点，进而战胜他。放在这件事上，以前伊朗对 GBU-57的了解只停留在美军公开的纸面数据，根本不知道它真实的穿身、制导原理、引信触发逻辑、材料配方，等于不知彼。面对 GBU-57只能被动防御，心里没底儿。现在呢，伊朗拿了完整的 GBU-57实物，拆成零件，一点点研究，弹体用的什么合金，硬度多少，耐高温多少，制导芯片是什么型号，抗干扰能力有多强，能不能被破解，引信是延时触发还是触碰触发呢？能不能提前引爆呢？炸药配方是什么呢？威力多大？能不能复刻？这就是彻彻底底知己知彼，把美军的底盘摸了个一清二楚。孙子还说不知彼而知己，一胜一负。不知彼，不知彼，每战必殆。伊朗以前就是不知彼，现在通过逆向工程直接补上了这一课，从被动挨打变成了主动掌控，胜负天平瞬间倾斜。再说《道德经》，反者道之动，弱者道之用。最强的克制往往来自对手本身。老子这句话核心的意思是，事物发展到极致，必然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。看似弱小的一方，往往能利用反向逻辑战胜看似强大的一方。美军以为自己有了 GBU-57这种无敌武器，就能为所欲为，这就是物壮则老，谓之不道。强大到极致反而暴露了弱点。伊朗呢，看似弱小，被制裁几十年，技术落后，但他们用了最笨也最有效的方法，把对手的顶级武器抢过来，拆了学透，然后反过来用这套技术对抗对手。这就是反者道之动，用对手的矛造自己的矛，再用对手的矛破对手的盾。这正应了千古博弈铁律，师夷长技以制夷。学习对手是为了最终超越对手。很多人以为师夷长技以制夷是近代才有，其实不然。从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，学习胡人骑兵技术，打败匈奴，到唐朝学习西域冶炼技术，打造神兵利器，称霸东亚，
再到现在，各国都在通过各种渠道学习对手的先进技术，核心逻辑永远不变，学习对手是为了最终超越对手，不再被对手拿捏。伊朗这次逆向 GBU-57就是最典型的师夷长技以制夷。师夷学习美军 GBU-57的钻地技术、制导技术、材料技术、炸药技术；制夷呢，用学到的技术复刻自己钻地弹，研发防御美军钻地弹的手段，打破美军的武器垄断，让美国再也不敢用技术代差欺负伊朗。而且这招伊朗不是第一次用，之前早就玩过好几次，次次都让美国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。2011年，伊朗通过电子战缴获美军 RQ-170紧身无人机，美军号称绝对不会被击落，不会被破解。2年后就被仿制出伊朗版见证者171隐身无人机，现在已经批量列装，能执行侦察打击任务。伊朗逆向仿制美国陶式反坦克导弹，造出自己的台风反坦克导弹，性能不输原版，价格只有原版的1/3，大量列装部队。伊朗还逆向仿制过美国的霍克防空导弹、俄罗斯 S-300防空导弹技术，造出自己的巴瓦尔373防空系统，能对抗美军隐身战机跟巡航导弹。更讽刺的是，美国自己早就用过这招。之前美国缴获伊朗沙赫德136巡弋飞弹，也就是飞天小摩托，直接逆向工程研发出自己的 LUCAS 自杀式无人机系统，技术跟伊朗原版高度相似。说白了，大家都在玩逆向工程。这是美国以前一直垄断的高端技术，不让别人玩。现在伊朗打破了这个规则，美国就急了。同志们，当伊朗拆弹小组的扳手拧下 GBU-57最后一颗螺丝，当这款被西方奉为地下终极杀器的巨弹从霸权图腾沦为逆向标本，我们看到的从来不是一场简单的战场缴获，而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智慧博弈，一次击穿西方垄断的时代惊雷。孙子兵法语：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，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。美军执着于用钢铁与火药堆砌霸权，以为凭一款 GBU-57就能锁住地下，威震天下，却忘了古人早已点破的真理：最强的武器不是弹体的坚硬，而是顺应局势、借力打力的智慧。伊朗没有硬碰硬的军工家底，却用知己知彼的清醒，用反者道之动的通透，把美国的矛变成了刺向霸权的刀，把西方的技术壁垒变成自己进阶阶梯。我们见证的是一款巨型钻地弹的落幕，更是一个霸权神话的松动，是伊朗军工的崛起，更是全球技术平权的开端。以前西方说高端武器只许我有，现在伊朗用行动回应：你的底盘我能看透，你的技术我能超越。以前美国用 GBU-57威胁无处可藏，现在呢，伊朗用逆向工程宣告：你的威慑不堪一击。我是白放大招，下期再见。